好，我们继续讨论 MOSFET 的这条输出特性曲线。回想一下，我们在讲 MOSFET 的工作原理的时候，给大家看过的那两幅动画。再结合前面讲的 MOSFET 的传输特性曲线，我们可以给出 MOSFET 在导通时工作在这两个区间的条件。当 UDS 大于0并且小于 UGS 减 UT 的时候 ，MOSFET 导通，并且这个时候从 MOSFET 的 DS 两端看过去，它可以等效为一个电阻，也就是说是工作在这一段，工作在电阻区。而当 UDS 不仅大于0，而且大于 UGS 减 UT 的时候呢 ，MOSFET 是工作在饱和区的。这个时候，从 MOSFET 的 DS 两端看过去，它可以等效为一个电流源。当然，无论是这个等效的电阻的阻值，以及这个电流源的电流值，都是受到 UGS 的控制。当它工作在饱和区的时候呢，这时候的等效的电流源的电流值跟 UGS 之间是一个二次函数的关系。可以看到，跟我们在第9讲里面说过的一样，它不是一个线性受控源，而是一个非线性受控源。这个地方的 k 是一个常数，是由元件本身的一些特性以及它的构造决定的。好，我们把 MOSFET 分别工作在不同区间的条件以及它的性质总结一下。首先是截止区。当 UGS 小于 UT 的时候 ，MOSFET 是不导通的，也就是说 DS 之间没有电流流过。这个时候它的特性就是 IDS 等于0。那么可以画出来是这个样子。现在 DS 之间相当于开路。第二个是工作在饱和区。工作在饱和区的条件，刚才已经说了，是 UDS 不仅要大于0，而且要大于 UGS 减 UT。这时候在 DS 之间相当于是一个电流源，这个电流源的电流值呢跟 UGS 之间是一个二次函数的关系，是一个非线性关系。这是它相应的电路模型，可以看到用到的是一个压控电流源。第三个当然就是电阻区。工作在电阻区的条件是 UDS 大于0，但是要小于 UGS 减 UT。在这个区间内 ，DS 之间可以等效为一个电阻。建立它的电路模型呢，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用一个 R-on 来表示。这个 R-on 呢是一个压控电阻，它的阻值是受 UGS 的控制。根据 MOSFET 导通的时候可能存在的两个不同的工作状态，我们就可以建立相应的两个电路模型。第一个电路模型我们称之为 SCS 电路模型，也就是 Switch Current Source， 那么意思就是开关电流源模型。当 MOSFET 关断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打开的开关，而当它导通的时候呢，在 DS 之间相当于是一个电流源，这是一个由 UGS 控制的非线性的压控电流源。要注意一下工作在这两个区间的条件。前面我们讲的用在耳机放大电路中的 MOSFET 导通的时候，就是工作在这样一个电流源状态。我们通常用 MOSFET 的这样一个性质呢，制造一些小信号放大器。第二个电路模型就是 SR 模型，也就是 Switch Resistor， 那么也就是开关电阻模型。当 MOSFET 关断的时候，就是一个打开的开关，而当它导通的时候呢，从 DS 两端看过去，它等效为一个电阻。那这个电阻的阻值同样受到 UGS 的控制。同样，请大家注意一下工作在这样两个区间的条件。关断时候的条件比较简单，就是 UGS 小于 UT， 而当它工作在电阻区的条件呢，这时候 UDS 大于0，但是要小于 UGS 减 UT。那么这样一个导通时的状态，我们通常是应用在各种数字电路当中。
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学习如何用 MOSFET 构成各种基础的逻辑门。那实际上在那些逻辑门当中， MOSFET 导通的时候就是工作在这样一个电阻状态。实际上大家可以从这个电路模型当中看到，当 MOSFET 导通的时候工作在电阻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 MOSFET 实际上就是一个不那么理想的电子开关。为什么说不那么理想呢？因为理想的开关我们希望它关断的时候电阻无穷大，而导通的时候呢，最好电阻是0。但是现在 MOSFET 我们可以看到，当它关断的时候 IDS 等于0，那当然 DS 之间相当于开路，电阻就是无穷大。但是当它导通以后，这时候的电阻并不是0，而是有一个电阻 R-on， 这实际上也是 MOSFET 当它应用于数字电路当中的一个不足。在后面呢，我们还会介绍到一些其他的方法，用来消除由于这个 R-on 所带来的一些影响。